196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當線條凌厲宛如星際迷航中駛出的 BMP-1 緩緩駛過檢閱台時，觀禮台上的北約武官集體破防。在那一年的防務簡報裡，西方情報機構充滿了絕望的哀嚎，認為這種水陸兩棲自帶導彈的外星科技將徹底終結歐洲的防禦神話。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蘇聯最終還是走向了滅亡。是北約找到了反制手段，還是俄羅斯軍事工業的一場彌天大謊？到底是戰略的失誤，還是普京帝國必然倒塌的又一證據？今天，狐狸君帶你撕開這款戰車虛假的包裝，看他如何用50年的騙局，親手葬送了俄軍最後的強國夢。這就是傳奇骨灰盒 BMP-1。我們要理解 BMP-1，就必須要理解支撐它誕生的那個大而冰冷的帝國邏輯。蘇聯的軍事工業從來不是為了保護每一個具象的士兵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完成某種巨大的但非人化的數學概率而設計的。在蘇聯最高統帥部的沙盤上，歐洲平原的戰爭被簡化成了一組關於速度與損耗的方程式，一位位士兵是他們手裡戰報中冰冷的數字。他們設想的場景是這樣的：在數千枚核彈頭將歐洲化為一片廢墟後的第一個小時，成千上萬輛 BMP-1 將載着防化服包裹的士兵像紅色的潮水一樣穿過致命的輻射區，在對方的防禦體系尚未從震慑中恢復時，就衝到英吉利海峽。在這樣的宏大敘事中，每一輛 BMP-1 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每一名士兵都是這台巨大戰爭機器上的生物零件。這種末日短跑運動員的定位，決定了 BMP-1 從誕生起就帶有一種病態的偏執。為了達成全能的指標，蘇聯設計師玩了一場極其危險的減法。為了實現幅度，裝甲厚度被削減到了一個荒謬的水平。為了追求低矮的避彈輪廓，車內空間被壓縮到了生理極限。當你走進 BMP-1 那不到1.2米高的載源艙時，你感受到的不是裝甲的守護，而是一個體制對人的徹底蔑視。在這種邏輯下，士兵的舒適度是不存在的，士兵的生存是不存在的，甚至士兵在遭受攻擊後的逃生概率也是可以不存在的。蘇聯人的母親在家中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蘇聯人的妻子門口盼望着自己的丈夫。但是蘇聯人永遠留在了那個因忽略個體而創造出來的鐵棺裡。這種對指標的迷信，在 BMP-1 那門看起來威風凜凜的73毫米雷電滑膛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紙面上給步兵戰車配坦克級別的口徑，簡直是天才的創舉，但在現實的物理規律面前，這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為了控制整車重量，以維持那虛幻的幅度能力，這門炮被設計成了低壓炮，這意味着炮彈的出速慢得令人絕望。只要戰場上有稍微大一點的風，那枚巨大的彈頭就會在空中畫出一道毫無規律的弧線，完美避開所有他試圖擊中的目標。蘇聯的設計師們難道不知道這門炮在500米外的精度低得像是在拋氣球嗎？他們當然知道，但對於蘇聯的官僚體系來說，完成給步兵配大炮的任務指標比制造一件真正好用的武器要重要得多。這種報表治國的邏輯在 BMP-1 的每一個零件上都留下了烙印。那麼 AT-3 反坦克導彈同樣如此，他要求射手在神經高度緊張的戰場上，用一個極其不靈敏的搖桿去手動引導一枚飛行軌跡飄忽不定的導彈。在實驗室裡，這是天才的設計；在硝煙彌漫的戰壕裡，這是對士兵生命的揮霍。這種只對上級指標負責，不對戰場現實負責的工業模式，正是蘇聯體制僵化，最終走向腦死亡的先兆。如果說火力設計的失敗還可以歸咎於技術時代的局限，那麼 BMP-1 的後門設計則完全可以被稱為工程學上的犯罪。為了在狹小的空間裡塞進那足以支撐橫跨歐洲的燃油量，蘇聯設計師想出了一個令所有西方工程師頭皮發麻的主意：把步兵下車後的後門做成中空的燃油箱。這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空間利用的問題，這是一種對風險的極致冷漠。這意味着，當戰車在戰場上遭遇伏擊，受驚的士兵推開艙門準備逃生時，他們迎接的不是升級，而是在火焰中被點燃的兩扇柴油屏風。在凶險的戰場上，前方是敵人的炮火，後方不是家的方向，而是被烈火浸滿的地獄之門。這種設計讓我們準確地捕捉到了蘇聯體制的本質。他把個體推向最危險的前線，卻在世紀之初就堵死了他們生還的路徑。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彈藥的布置上，那些脆弱的73毫米炮彈密密麻麻地圍繞在成員的底座周圍，沒有任何隔艙保護，沒有任何易爆措施。在後來的無數次衝突中， BMP-1 那標誌性的非炮塔機關，整架炮塔連同成員被內部熏爆的壓力直接送上幾十米的高空，成了蘇式装備最淒慘的視覺標籤。
每一個飛上天的炮塔都是在向那個傲慢的無視生命常識的體制發出最激烈的控訴。1973年的西奈沙漠，當成百上千輛嶄新的 BMP-1 載着雄心壯志衝向以色列防線時，他們遭遇了人類戰爭史上最慘烈的現形記。以色列士兵驚訝地發現，這些傳說中的末日戰車實戰表現一塌糊塗。那門神乎其神的大炮，在面對哪怕是二戰水平的坦克時也毫無作為。最令人絕望的是，這種戰車單薄的側面裝甲甚至擋不住大口競技槍的近距離掃射。那場戰爭中，西奈沙漠裡焦黑的殘骸不僅讓阿拉伯國家流乾了血，也讓蘇聯精心編織的工業神話在全世界面前徹底破產。然而，在這個體制內部，反饋機制是失效的。當失敗的消息傳回莫斯科，那些官僚和設計師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改進設計，而是如何修改報告，如何通過生產更多的垃圾來掩蓋之前垃圾的失敗。因為在計劃經濟的邏輯裡，產量上的數字就是真理。哪怕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戰場上是移動的骨灰盒，這種失去了糾錯能力的系統，就像一台已經過載卻還在瘋狂旋轉的電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到了阿富汗戰爭，這種崩壞接近尾聲。在這片貧瘠的山區，蘇聯士兵用一種最原始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自己國家工業驕傲的極度不信任。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蘇聯步兵都拒絕坐在 BMP-1 那狹窄悶熱且隨時會爆炸的車廂裡。他們寧願冒着被游擊隊狙擊手一槍爆頭的風險，也要全員坐在車頂那薄薄的裝甲板上。這種被稱為戰車乘坐法的行為藝術，是底層士兵對高層最響亮的耳光。士兵們非常清楚，坐在裡面是被悶死或燒死，坐在外面起碼在遭遇地雷或 RPG 時能被彈飛出去，還有生存的可能。即便是被炸死，也遠比因窒息和燒傷而死得痛快。這是一個多麼荒誕的場景！一個自稱世界第一的陸軍部隊，開着他最引以為傲的裝甲戰車，車裡卻空無一人。當一個體制生產出的武器讓它的使用者感到的是恐懼，而非信任時，這個體制在道德和邏輯上就已經滅亡了。蘇聯的失敗是必然的，但這個帝國還有他的繼任者，而你以為這個繼任者會吸取蘇聯失敗的經驗，痛改前非嗎？普京不這麼認為。如果說在阿富汗和以色列 BMP-1 成了蘇聯的墓碑，那麼在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中，這款戰車就是俄羅斯必將崩塌的預言書。這場戰爭不僅是 BMP-1 的終點，更是戳穿了俄羅斯虛偽強大的謊言。戰爭爆發之初，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坐在克里姆林宮的豪華辦公室，抽着大衛杜夫的雪茄，侃侃而談。他們吹噓着俄羅斯擁有的数萬輛現代化戰車，算計着多久能夠閃擊基輔，拿下烏克蘭。可結果呢？4年了，澤連斯基沒有跑，烏克蘭人沒有屈服。由於在基輔郊外的戰略低能和在哈爾科夫的狼狽潰逃，俄軍在短短幾個月內就丟失了他們最引以為傲的裝甲主力。面對巨大的戰損缺口，克里姆林宮不得不露出了他們最寒酸、最無助的真面目。他們開始瘋狂地開啟那些位於西伯利亞荒原上的戰略儲備倉庫。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幕極其荒誕的場景：那些在倉庫裡生鏽了40多年、履帶都快爛掉、觀察鏡都長毛的 BMP-1，被成批成批地拉上平板車，送往烏克蘭前線。這些本該在博物館裡安享晚年的廢銅爛鐵，被簡單的刷上一層劣質油漆，甚至連發動機裡的陳年積碳都沒清理，就塞進了那些只訓練了3周的滿臉茫然的動員兵手裡。這哪裡是軍事現代化，這簡直是博物館搶劫案。一個自稱世界第2強國的軍隊，竟然落魄到要靠爺爺輩的廢鐵來強撐門面。這不僅是工業的悲劇，更是政治上的奇恥大辱。海豹會說謊，戰豹絕對不會。讓我們回看那場慘絕人寰的烏赫萊達爾進攻戰，那個讓俄軍第155陸戰旅名存實亡的地方。烏赫萊達爾在這場戰役中，俄軍指揮官表現出了令人發指的無能。他們命令士兵開着沒有任何附加裝甲、沒有任何電子對抗装置的老舊 BMP-1，排成整齊的纵隊衝向烏克蘭人的雷區。這些生產於1970年代的戰車，其底盤根本無法承受现代地雷的哪怕一次衝擊。在烏軍現代化地雷布置面前，如同一個脆弱的紙盒子，而且還是發了霉的。一發反坦克地雷就能讓整車人變成拼圖。第一輛車被炸後，由於通訊落後和視野狹窄，後面的車竟然盲目地試圖從側翼繞行，結果一輛接一輛的在泥沼中爆炸。烏克蘭的炮兵觀測員在無人機屏幕後甚至感到了一種荒誕，這是戰爭嗎？在那場戰鬥中，近百輛 BMP 系列戰車的殘骸層層疊疊，他們在火光中扭曲的樣子就像是那個僵化帝國腐爛的軀殼。俄軍不僅丟掉了大量的技術裝備，更丟掉了作為職業軍人的最後一絲尊嚴。俄羅斯的指揮官坐在後方的空調房裡，把這些古董戰車當成一次性耗材扔向火線。一起送過去的還有年輕士兵的生命。
這種對生命的廉價算計，正是俄軍無法贏得戰爭的根本邏輯。我們必須意識到 BMP-1 的失敗絕不僅是工程師的失算和愚蠢，也絕不僅是技術陳舊的問題。火力軍甚至一度覺得這些設計師們才智過人，因為在蘇聯這種不需要考慮戰場實際效果，只追求紙面實力的虛偽帝國而言，在一群不懂軍事的蠢材下達了設計命令之後，工程師居然還真能把高層胡思乱想出來的要求拼接出来，還真敢在報告中吹噓和戰場上投入使用。它是俄羅斯那種自上而下、僵化死板、只重宏大叙事而忽視微觀邏輯的腐敗土壤的来源。在克里姆林宮的逻輯裡，各部門之間是割裂的，報表上的產量和出庫量是驚人的，勝利是指日可待的。至於是不是一個能讓士兵活下來 ，Who cares？ 因為這虛偽的帝國裡，人是最廉價的資源，是可以用動員來彌補的損耗，是戰報中一個個數字而已。這種對人性的漠視，最終進入了技術演進的死胡同。當西方國家開始在黃鼠狼或布雷德利上實驗复合裝甲、熱成像儀、數字火控和符合人體工程学的防爆座椅時，俄國人還在瘋狂複製那2萬多輛邏輯上死亡的 BMP-1。他們沉迷於數量陷阱，無法自拔，認為2萬輛平庸的坦克可以吞噬掉100輛卓越的裝甲。曾經的這種對規模的盲目崇拜，讓他們完全錯過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末班車。而現在，他們不是在打仗，而是用本國年輕人的生命去試圖填平一個世紀前就該被填上的鴻溝。但是抱歉，這只能成為埋葬他們國運的深坑。回看 BMP 的這一生，他完美地履行了一個悲劇角色的職責。他用紅場上的雄壯外表欺騙了世界，用戰壕裡的慘烈訓報折磨了士兵，最終用遍布全球的殘骸證明了一個道理：一個不尊重科學規律、不尊重個體價值、不接受真實反饋的系統，無論他在表面上堆砌了多少鋼鐵和火力，他最終都逃不脫被現實撞得粉碎的命運。俄羅斯的必然衰落早已寫在了 BMP-1 那扇裝滿柴油的後门裡，寫在了那門隨風飄蕩的抵押炮裡，寫在了那個永遠飛上天的炮台裡。這堆鋼鐵不是利劍，它是俄羅斯為自己鑄造的一座碩大的移動墳墓。每一次 BMP-1 的訓報都是在提醒我們，火力如果沒有邏輯支撐，那就是自殘；技術如果沒有人性關懷，那就是謀殺。BMP-1 的這1萬個零件共同拼湊出了一部關於帝國覆滅的預言書。它告訴世界，任何試圖通過抹殺個體差異、通過計劃強行扭曲物理常識的努力，最終都會在實戰的檢驗下化為烏有。正如火力軍的名字，火力確實是正義，但這種正義必須建立在對真理的敬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對數字的迷信和對士兵生命的廉價算計之上。當我們今天再次審視這輛戰車，不應該僅僅把它看作是一件過時的古董，一個笑話，而應該把它看作一個工業文明的讀樣本，一個值得我們深入了解的反面教材。它展示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如何在自我感动的神話中迷失方向的。它展示了當官僚主義深入骨髓後，科技是如何被異化為欺騙的工具的。BMP-1 的每一條焊縫，每一個螺栓，都浸透了俄國人的傲慢與偏見。這種俄式的政治軍事哲學，也是它走向深淵的轉折點。它那極度緊湊的設計，最終鎖死了所有升級可能，就像那個僵壞的帝國一樣，在外界環境發生巨變時，除了抱着過時的教條一起沉默，別無選擇。BMP-1 這個曾經讓世界戰慄的紅色閃電，最終成了歷史上最沉重、最昂貴、最荒誕的鋼鐵笑話。時至今日，蘇聯解體已30餘年，但產生這種 BMP-1 邏輯的並沒有消失。在東歐平原，在那片經歷了4年炮火洗禮的地方，在莫斯科，在那個驕傲自大卻沒有能力改變一切的地方，那種偏執的腐敗土壤還在滋生，而它的未來早已注定。好了，關於 BMP-1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俄羅斯會什麼時候戰敗呢？歡迎在評論區分享給大家。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